各位观众老爷们，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汤臣一品，买不起的房子，挺棒的。主要是它的景观好，你看，直接对黄浦江，真漂亮。大家好，我是克里斯。说到上海呢，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哪里？肯定是想到陆家嘴，就是外滩嘛。我现在人就在外滩，可以看到对面就是外滩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会想到的地方就是汤臣一品，对，汤臣一品就是那个某音博主里面的人手一套汤臣一品的地方。汤臣一品在那个方向，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进不去，因为我买不起，对不起啊，买不起，真买不起。哦，我总觉得有钱的话，买得起那房子，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唉。算了，没缘分。还有就是说，在上海的老外特别多，对，就老外特别的多，而且很多老外也会喜欢选择上海当成他们的第一站的地方，从第一个地方开始的地方，就是居住的地方。那其实理由呢是有3个。第一个理由啊，就是因为在上海这边它是一个文化包容地方比较大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上海的节奏特别的快，也就是说它的更新换代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也就导致说，其实你在上海并不会觉得无聊。再来一个就是说，经济体特别的发达，因为在外滩这边呢，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金融中心，也就是说跟美国的一个纽约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整体上来讲，就是这几个地方是大家都一定会记得的地方。但是称之为魔都，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地方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就来带你们看看，在上海真正的魔都的样子。走着。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外滩，因为我觉得外滩什么都有，它觉得让人家觉得说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特别喜欢。当我住久之后，我就比较喜欢上海的一些弄堂的文化，因为我认为就是你刚来到一个城市，你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先了解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的东西，了解完之后，你会慢慢接触到他们一些人文的东西跟它当地的内容。再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整个可以融入进去，其实这都是一定要经过这段阶段，就是第一个是探索，第二个就是开始接受，第三个就是开始被融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怎么说？你住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发生的一个习惯。各位观众老爷们，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汤臣一品，买不起的房子，挺棒的。主要是它的景观好，你看，直接对黄浦江，真漂亮。这个风景是很漂亮，但是吧，价格更漂亮，对吧？不过其实真的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它会这么贵，因为它的位置真的是在外滩这边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位置啊，对吧？物以稀为贵嘛，再加上这地又这么值钱，所以价格就高很多了。挺漂亮的这里啊，说实话。就是在上海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时尚一点的地方，就是新天地。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古式建筑跟新建筑融合的地方，再加上很多的这种服饰品牌啊，都喜欢在新天地这边。而且到了晚上啊，这边人穿着啊，真的绝对是时尚到不行。我们去看一下新天地，这边太多树了，所以光线不是特别好。但是在这里可以发现，就是所谓的中西结合，非常的完美，厉害。就是新天地就是这样子，中西结合的地方。但是因为人多，还是要把口罩戴起来，不然感觉还是有点。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个水池，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适合下午没事的时候过来这边休闲、聊聊天啊、看看东西、休息一下。所以我也很推荐这里，这也是一个我喜欢的地方。说实话，就是很放松，坐在这边晒晒太阳、吹吹风，想吃什么餐都有，对吧？你要日本餐也有，你要中国餐也有，什么都有，好地方，推荐。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上海啊，其实因为它是很多的文化的组合。所以导致它的餐饮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你要看到在国外很多大品牌的餐厅啊，在上海都找得到。但是说句真心话，它就没有苍蝇小馆好吃。所以今天啊，我要带你们去吃一家在上海这边，在新天地这里啊一个苍蝇小馆，特别好吃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啊，但我就喜欢找这种餐厅吃。好，走。所以还是得带一个那个麦克风，不然收音不行。等会拿汤拿点。哇，不过我觉得上海的大肠面是真的好吃，吃面有态度。对。那个是醋吗？那是酱油吧？酱油。哦。它料加的不够的话，你就可以放点酱油。我就太白了，所以说我就加。我来加点酱油看看。上海吃饭好像很讲究就是要有颜色的感觉。上海的特色菜都是红颜色的，
对啊，就是跟酱油有关，对，就是要颜色要深一点才好。跟酱油有关。你像那个但是我喜欢吃辣。啊，红烧鲫鱼对吧？葱烤鲫鱼也是红颜色的，还有大排，对，葱烤大排也是红颜色的。反正上海的菜，我可以说70%-80%的都是加酱油烧的。看得大多大一块，很 Q， 好吃啊。不过好像搬走这家，所以下次过来的话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个地点。那跟我做的不一样，我做的那真的是烂的，这个好 Q 啊。还好没有去吃那些连锁店，来这边是正确的。连锁店嘛，它是统一配料、统一派送，东西嘛都是有上海人叫大陆货，这个嘛有点特色。大陆货就是说通用货普及的，就是比较平常的，哦，都吃得到的。但是这个呢，就是人家特地说出来嘛，叫特色。我在中国待了11年，我都不知道还有大陆货跟特色货的差别。中文不行，就是上海人的这种说法变了，上海变了，现在要到外面才有感觉了。好，下一站。谢谢你跟我聊天，谢谢。其实真的也只有在上海能够在市区里面看到这种风，就是现代建筑跟旧式的建筑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你还是可以找到这种苍蝇小店，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在上海会有这么多外国人选择住在这儿？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的一个习惯，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一个环境，而且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跟国外接轨的。所以也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啊，其实你的一个去接触这个文化的一个要求，它并没有这么高，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你想想看啊，如果说一个老外刚来到中国的时候，直接就去了比如像说四川或者重庆这种地方的话，那真的是啊，天天每3天就要跑一次医院了，基本上，对吧？就是只要是个人都被熬成铁局了。但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上海的话就是说，如果您刚开始来的话，你还需要吃一些外国菜，对吧？比如说一些家乡菜，就还是吃得到，因为这边餐厅是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个文化的碰撞跟它的一个就是比较接轨国外，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大部分都会选在这儿。那这样还有很多大企业在这边，也就是发展好，对吧？因为大企业在这边都会设立总部，所以有很多的外国人大部分都会带家人过来这边做一个，就是不能说留学啊，就是说来这边上班。那他们会带薪，就可以带家人过来，所以也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为什么外国人会选上海，都是因为这些原因，基本上。而且啊，你们可以看到，在上海，其实虽然说上海有很多很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新天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景，毕竟它是吧，有些东西吃的是挺贵的。但是怎么说呢？即便是很贵，它在其他地方你也是可以找到便宜的地方。就它不是说在这么一个区你是找不到其他像苍蝇小馆这种可以吃饭的地方。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普遍跟普及吧，我认为是这么说了，就是比较能够去发现更多好吃跟好玩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沉下心来去看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上海在某些地方上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只是大家可能都会被汤臣一品这个房价给先吓到。那对我而言呢，我住在上海已经住了差不多有11年左右的时间，这11年的时间，我还真的是从来没有对上海觉得无聊过。就是我觉得上海是经常一直在更新换代，很多新的东西、新的一些场景，或者新的一些事业啊，很多都有新东西出来，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上海是永远都学不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会让我觉得非常着迷的原因，就整个城市是非常有活力的。但是你如果说它现在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就是缺少了一些接地气的地方。现在目前接地气的话，还是里面一点会接地气，比如像说四川、重庆那块的话，都是比较接地气的，就是往里走一点是比较接地气的。那像上海现在毕竟要打造成这种超一线城市的感觉，所以很多地方上其实都是越来越规划、越来越正当了。但是一正当起来呢，就是会缺少那些烟火味。但啊，就算缺少这些烟火味啊，也不会让我觉得，对吧？我对它的爱有所减少。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来上海玩的话呢，一定要跟我讲一声啊！我有机会我带你们去玩一玩，到时看一看，都吃好吃的。好了，我是克里斯。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一键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